我是瓜皮儿，《烛星女》第1季前行提要。10年前，与不义会社一战，正义协会几乎团灭，星条帕特活了下来，并带着星杖寻找翻盘的机会，而星侠希尔维斯特重伤殒命。10年一过，帕特的继女康特尼唤醒了星杖，这让他开始怀疑星侠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为了对抗不义会社，也为了纪念父亲，康特尼成为星女，历尽艰辛。康特尼召集了石侠瑞克、午夜神医贝斯、野猫尤兰达等一众新成员，其中瑞克的父母就是死于不义会社中格兰迪之手。在之后的交锋中，脑波在所谓的伟业面前抛弃了儿子，二代脑波亨利不幸阵亡，这让团队痛心疾首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冰柱乔丹，是他开启了新美计划，打算依靠脑波的能力控制100万人口的思想。可当他从脑波口中得知了星女的身份后，乔丹迟疑了，并不是想放弃计划，而是不忍心对芭芭拉一家下手。另一头，亨利的离开给康特尼不小的压力，芭芭拉也早就知道了父女俩那点事儿，一家人除了麦克正在商量着对策。此时一阵门铃响起，康特尼的生父山姆赶了过来。起初他根本不相信山姆是自己的父亲，说好的星侠呢？山姆为自己的不称职道歉，他之所以赶过来是因为芭芭拉说女儿有难，可这一切借口康特尼都不愿意去听，他只想跟帕特聊聊。他难以接受自己不是婴二代，如果父亲不是星侠，那自己努力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甚至间接害死了乔伊和亨利。闹情绪归闹情绪，学还是得上啊。山姆顺理成章地送女儿上学，路上康特尼也决定给他30分钟解释一切。10年前，山姆四处奔波寻找工作，那都不提了，他现在只想跟女儿修复关系，哪怕是互相理解一下也好。康特尼自然答应给山姆这个机会。蓝谷镇乡下，贾斯汀四处寻找一匹勇敢的白色骏马，眼含赤焰一往无前，被农场主骂了一顿。贾斯汀口中喃喃自语，战斗留下的伤痛赋予了我荣耀，谁都拿不走。疯疯癫癫的贾斯汀望着远处的风车，一些零碎的记忆涌入大脑，也许星条能够帮助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他连忙赶回了蓝谷学院的储藏室，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死敌龙王。贾斯汀连忙扛起咖喱棒离开了学院。与此同时，帕特回到了车库，将康特尼生父的事情转告给了贝斯、瑞克两人。自从亨利陨落之后，尤兰达整个人都网易云了。转眼之间，贾斯汀赶到，一时间将帕特当成了龙王，幸好及时唤醒，才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斗。此刻的贾斯汀彻底崩溃了。曾经的光辉骑士可是常胜七勇士的队长啊，但照片上有8个人。帕特表示有机会再向你们解释。逐渐被唤醒回忆的贾斯汀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。曾经他是一名男仆，日常工作就是清理马厩。有一天，将死的亚瑟王赐予了他这把剑，并告诉他英雄不问出处。可那是骑士与龙的时代，这种奇幻故事瑞克他们自然不太相信。贾斯汀说龙指引着他来到了蓝谷镇，他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斩杀这条龙。说到这儿，他变得愈发不冷静，惊恐地告诉帕特，他们偷走了我的身份。虽然光辉岁月已不在，但帕特这个高达让贾斯汀叹为观止。回想起不义会社的洗脑计划，帕特怀疑贾斯汀就是受害者。另一边，康特尼跟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山姆现在穷困潦倒，根本没有能力去抚养女儿。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买栋大房子，接女儿到家里住，带女儿去买衣服。康特尼祖母留下那对吊坠价值不菲，山姆有考虑是否该卖了。听到父亲的处境，康特尼把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吊坠给了山姆，希望能解燃眉之急。山姆也承诺了，有了钱以后会回来看他。康特尼心里清楚，这个人虽然是生父，却永远不会成为父亲。孩子突然间接受了这么多，帕特更加心疼，表示不管遇到什么，自己都会陪着康特尼。康特尼一把抱住了他，在父亲怀里哭成了泪人。安慰了女儿后，帕特连忙追上了没有走远的山姆，他必须搞清楚这家伙接近康特尼的目的。山姆看起来丝毫不在乎康特尼今天受到的伤害，本身过来就是为了骗吊坠，然后拿去卖钱，并且表示芭芭拉没有跟我在一起时那么漂亮了。几句话彻底激怒帕特，一拳将其干翻在地，留下一句话：你应该庆幸我没口鸟你，后转身离开。地下室里，康特尼望着星杖一言不发。芭芭拉走过来对女儿道了歉，他这辈子就希望保护好女儿，可现在女儿要去战斗，自己却帮不上任何忙，这让芭芭拉感觉特别内疚。康特尼想要打败不义会社，保护家人，他抓起了星杖，可星杖并未被点亮。也许是康特尼成为了星女的决心被动摇了，他重返学校，告诉朋友们自己不再是星女，因为他的父亲根本就不是星侠，而是一个混蛋。况且星杖没有被点亮，自己也没有那个资格。而今天是学院纪念亨利的日子，台上的演讲者正是脑波，手刃了自己儿子，还大言不惭地悼念亨利，并且利用心灵感应挑衅康特尼。
这让康德尼刚刚熄灭的战役被重新点燃，折返家中掏出星杖。如果脑波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那整个家都危险了。尽管这样，星杖还是没有反应。帕特告诉他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星杖选择你并不是因为你是星侠的女儿。随后留下女儿一个人回味其中的含义。没一会儿，康德尼走了出来，他希望父母能陪自己一起唤醒星杖。康德尼深吸一口气，缓缓伸手握住了星杖，一阵微风袭过，星杖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。这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点亮了，光芒吸引来了贾斯汀。他望着康特尼喃喃地说道：“我们的女王崛起了。”镇政厅办公室，乔丹坐在了芭芭拉的电脑桌前，让技术部门恢复了历史记录。上面最后一条浏览记录是星侠被冰柱杀害。看到这儿，乔丹叹息一声，来到了博弈会社总部。他对芭芭拉最后的一丝感情也已经被磨灭了。乔丹命令脑波铲除芭芭拉一家。当他望向眼前的屏幕，上面的倒计时只剩不足13个小时。乔丹呆愣愣地盯了2个小时之久。此时，脑波已经派运动大师与狐女前往了康特尼家中，龙王也正在准备洗脑机器。他们计划让赌徒切断全国的通讯，并且营造有外敌袭击的假象。等到他们意识出问题，计划早就完成了。突触放大器会协助脑波，半个国家的人都会被洗脑，思维也会变得和博弈会社一样，所谓的美好社会也就建设完成了。康特尼家正在收拾行李，越早离开越安全。到了这种时刻，帕特本想对麦克摊牌，可这段时间来，儿子没少被冷落，心底极其不平衡。父子俩一斗嘴，麦克当场离开。转眼，昔日教练来到车库，对于身份，两人互相都很吃惊。近身格斗，帕特又哪是对手？还得让运动大师教他如何发力。Punching power comes from the hips, Pat. Come on, the hips. Let's see it. You want to try again? Better. I like you, Pat. 但很快却被干翻在地。同一时间，芭芭拉也遭到了狐女的袭击。坐镇家中的康特尼立刻出手与之对抗。经历了数周的成长，康特尼已经不输狐女。一通操作下来，芭芭拉只能感叹，母女合作之下将狐女击败。此时帕特倒在战甲面前，脸上已然是鼻青脸肿。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麦克掏出电钻，冲着运动大师的腰子就是一旋，旋即被一钢管扣晕。这回帕特只能跟儿子坦白一切。与康特尼母女会合后，一家人赶到了郊外避难。新正义协会成员纷纷聚集，就连贾斯汀也赶到此地。所有人商量着对策。查克检查到蓝谷镇的电力有巨大波动，应该是博弈会社行动了。亨利死后释放的能量被脑波全部吸收，查克坚信他的能力增强了。这件事儿，尤兰达的心里也一直放不下。楼上的瑞克不停地分析着父亲石匣留下的笔记，里面一定有博弈会社的秘密。但最后一个数字他怎么也猜不出来，试遍了生日也无济于事。距离天亮只剩8小时，康特尼他们轮番守夜，防止博弈会社偷袭。期间跟麦克握手言和。季弟理解了父亲和姐姐的苦衷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英雄，为了正义协会而战。博弈会社基地，脑波赶到此地，打算测试一下突触放大器，却被牢笼中的辛迪拦下。辛迪质问他星女是否还活着，可辛迪一系列的行为让所有人都失望了。如果他早点告诉脑波他们亨利继承了能力，亨利也不至于牺牲。辛迪反问道，你半死不活的躺在医院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亨利在照顾你，所以更多人都在为你擦屁股。而脑波却撂下一句话，我和你的父亲看法都一样，你不配加入博弈会社。说完拉上了门洞。龙王对此表示默许，两人来到了突触放大机面前，颇有一股查尔斯的脑波强化机的即视感。首次测试，脑波就感受到了数百万人的思想，他们的思想可怜，真理丑陋，这更加坚定了脑波要成功的念头。另一边，乔丹派伯温前来支援运动大师夫妇，以确保能准确无误干掉星女，还讽刺这对夫妇是暴力狂，真替他们女儿的未来感到难过。可话还没说完呢，被狐女一弩箭射中心脏。运动大师夫妇却格外享受这种感觉，不管对方是不是队友。最后画面留给了小提琴一个特写。安全屋里，帕特担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会影响到和芭芭拉的感情，对此芭芭拉也没有信心，只希望最终能有好结果。瑞克因为解不开答案，愤怒地把笔记丢到了地上，恰好帕特路过，跟他聊了起来。这段时间他又试了不少数字，依旧不起作用。他从小到大就没有机会去了解父亲，难以猜测出对方心里的想法。帕特忽然提到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石匣1966年的野马汽车，说不准1966就是密码。瑞克顺着这串数字算出了公式密码，果然得到一个坐标。帕特从心里替他感到高兴。
查克依据坐标扫描出了不义会社基地的构造图，从中看到了突触放大器。分析后得知了不义会社真正的目的：一旦让他们的新美计划成功，几百万人都会成为不义会社的信徒。商量下，众人兵分三路。帕特父女打算通过小河旁的通道进入其中，只有那里才能容得下帕特的机甲。瑞克、尤兰达、贾斯汀三人则是通过辛迪家中的密道潜入。至于芭芭拉和贝斯，他们要去真正厅，那里是电力涌入的中心地带，麦克的任务最为艰巨。You're gonna look after the dog. 到了真正厅，查克黑入了网络系统，可往常他是无法与地道中的队友通讯的。今天总感觉怪怪的。在后台中，贝斯查到一个倒计时，距离不义会社行动只剩30分钟。他们的愿景是没有歧视、普遍医疗、崇尚太阳能与风能。听起来，不义会社的初心并不坏，而且洗脑只针对成年人。突然，无线电传来一个声音，是赌徒，他一直在窃听，所以贝斯能听到地道的通讯。他解释道，洗脑过程中预计会有25%的人进行反抗，那些人都将脑死亡。说罢，行动开始。一瞬间，贾斯汀、帕特、芭芭拉直接陷入了僵直。蓝谷学院的操场，一个巨型卫星接收器从地下浮出，范围覆盖了半个美国。18岁以上的人都望着天空，陷入僵直。在街道上，乔丹遇到了摩根，看着呆住不动的父亲，摩根心里一阵得架舞。此时，帕特被脑波操控，正攻向了帕特尼。短短3分钟，已经有不少人因为抵抗阵亡。康特尼对着帕特大喊：“我是你的女儿，我需要你。”孩子们纳闷，为什么不义会社的人没有受到脑波的影响？想必是有特殊的干扰器协助。想到这儿，贝斯回忆起了当初在地道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他打算去找信号阻隔器。这样的话，也许能够唤醒贾斯汀和帕特。然而，他们所有对话都被赌徒听到了，他相当的有恃无恐。于是，查克转眼黑入银行，把赌徒毕生的财产捐给了慈善。眨眼间，赌徒变得一无所有。视钱如命的他离开，开始反击。这自然给了查克机会。阻隔器启动后，帕特和贾斯汀慢慢清醒了过来。对于女儿刚刚的话，帕特很是感动，但他们依旧要摧毁突触放大器。这次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不义会社，与10年前相同的对手，但正义协会早已更新换代。战斗中破坏了辛迪牢笼的门锁，重获自由的他没有去对付星女，而是用叶片干掉了龙王。几个孩子的配合下，运动大师跟狐女战败，只剩一个冰柱孤立无援。就在此时，赌徒解放了格兰迪。格兰迪的突然出现，打了正义协会一个措手不及。忘记仇人后，瑞克杀意顿起，他起了，也让人秒了。帕特只能站出来，大块头对抗大块头，让女儿尽快去摧毁突触放大器。未曾想，此时辛迪半路杀出，与康德尼扭打在一起。尤兰达只能独自前行，在击败一众杂兵后，其中一人摘下了头套，竟是亨利。他表示当初自己没死，为了活下去，躲在这里当小弟。他也得到了尤兰达的原谅，并问尤兰达：“你朋友们呢？我们快去找他们会合。”听到这儿，尤兰达与他拉开了距离，一猫爪抓破了亨利的喉咙。幻象慢慢解除，倒在地上的人变成了脑波。百密一疏，他还是忽略了一件事儿：亨利也是尤兰达他们的朋友。另一边，帕特与格兰迪的战斗陷入白热化，可机甲终究是有极限的。在帕特遇害前，瑞克将其救下。康德尼这边也轻松战胜辛迪，连忙赶到了尤兰达身边，利用星杖摧毁了卫星接收器。随着接收器的坍塌，所有人都被唤醒。摩根抱着父亲就是一句：“要你命3000。”不对，是我爱你3000。芭芭拉也恢复了神智，正准备和贝斯离开，这时冰柱杀到，直接冻碎了查克，将芭芭拉活捉。听到求救后，康德尼和帕特立刻赶回地面，而赌徒在删除了所有证据后，默默离开了蓝谷。地下，瑞克只剩5分钟的时间，他要靠这5分钟手刃格兰迪。瑞克越来越疯狂，越来越想杀戮，可格兰迪却不敢还手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瑞克饶了他一命。也许他只是个无脑的畜生，并警告他永远别回来。乔丹将芭芭拉带到了蓝谷镇制高点，他本想帮助大家，帮助这个世界，靠牺牲25万人彻底解决癌症问题。乔丹的妻子就是死于贪婪和政治，如今自己有机会修正这一切，为什么一定要阻拦？此时的他希望芭芭拉能够跟自己远走高飞，带着康特一家3口重新开始生活，然后寻找机会再次启动计划。可他这疯狂的模样吓坏了芭芭拉。就在此时，帕特赶到，他没有了机甲，但是有着值得信任的家人，与女儿配合之下保护了芭芭拉。大战中，星杖几乎被冻结，但康德尼唤醒了星杖的光芒，巨大的冲击将2人震开。尤兰达接住了康德尼，乔丹却摔了个猛虎扑食，正要起身鱼死网破。司机麦克带着他的狗子来了，麦克永远的神啊！冰柱被撞成了冰渣，正义协会赢了，帕特和芭芭拉的感情也因此升华。事后，大家准备去寻找修复查克的办法。至于光辉骑士贾斯汀，他打算去寻找自己的胜利之翼，没有他，自己这个骑士是没有灵魂的。
贾斯汀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并肩作战。至于这一晚发生的事，新闻以敌人为由晃了过去。此时博弈会社基地，一个神秘人，一团黑雾，他是合照中那个黑影，也是那个从头到尾没有露过面的男人。他嘲笑乔丹的计划真是愚蠢。而巫师扎里的政务室里，一个女人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个诡异碎片，她正是辛迪。康顿一家团团圆圆地过着圣诞节，他把尘封了10年的礼物送给了帕特。这本来是想送给生父的，如今他把帕特视为了生父。父女俩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齐头并进，不分高低。至此，烛星女第1季就完结了。片中留下了不少伏笔和彩蛋，比如片尾，星侠希尔维斯特的回归。贾斯汀说过，有人冒充他们，不管他是真是假，在第2季里肯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提琴手实际上在 CW 里已经出现过2次了。第一次是在闪电侠第4季，那个给拉尔夫伤成网易云的提琴手就是伊兹伯恩，可惜最终阵亡。烛星女里迟迟没有出现过伯恩的丈夫，而伯恩死时还专门给了小提琴一个特写。3代提琴手本名就是艾萨克·伯恩，与伯恩儿子的名字相同。帕特也曾说过，他们当年那个提琴手就是爱尔兰男性，也许第2季就是父子寻仇记。另外就是博弈会社中合照的阴影，全片只出现了2次。第一次是10年大战时搞了午夜神医，第2次就是片尾。这个人应该是阴影无疑了，一个亦正亦邪的家伙，从他不屑乔丹的计划上都能看出，这是个贼有个性的人。再有就是辛迪拿到的神秘碎片，并说出天使2字，其实严格意义上这玩意儿并不算是个人，而是一种灵，他曾被巫师扎里拥有，可惜扎里当时走得早，根本没有机会用上。而天使的出现也意味着尤兰达家族要出事了。另外还有一些伏笔，比如霹雳强尼这个5位之物迟迟没有出现新的主人。第4季麦克曾说过，我想叫我的基友杰金来家里吃饭。如果第2季的时间线会往后推，那他应该就是下一代霹雳强尼没跑了。麦克的英雄梦算是毁了，但绿灯还没有什么线索。如果各位找到，可以评论区留言，别问，问就是第一个。但是第2季的烛星女被华纳抛弃了，直接转入 CW 平台。The bat is dead. Bury it. 唯一期待的地方就是跟闪电侠的联动肯定是少不了。另外就是片尾的致敬，能将自己已故的亲人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现人间，姐夫肯定不会让这部剧变烂的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You better come visit me.